三流车队在 F1 拿一个杆位有多不容易，看看他们激动的表情就知道了。丹麦车手马格努森跳上车头，捶胸顿足，周围的机械师们欢呼雀跃，仿佛过年一般。领队施泰纳向欢呼的人群礼貌致意，而后和丹麦人拥抱在一块儿，庆祝着哈斯建队以来第一个杆位。而在过去的20场比赛中，法拉利、红牛和梅奔包揽了所有杆位，并且自2014年 F1 进入混动时代以来，9个赛季近200场比赛中，仅有迈凯伦和赛点打破过3大车队对杆位的垄断，平均每100场比赛才有可能出现1次例外。因此，作为16年才进入 F1，近几年成绩几乎垫底的哈斯能拿到杆位，堪称奇迹。而比起奇迹本身，车手的故事更加令人动容。被人抛弃的感觉一定不好受，而马格努森在短短的8年职业生涯期间就遭遇了2次。第一次是在迈凯伦，新秀赛季结束后，为了给阿隆索让位，丹麦人被迫转为测试车手，但心高气傲的马格努森颇为不服，在转投其他车队后，每次见到头哥便化身为画龙大师，竭尽所能进行阻击。彼时的马格努森22岁，棱角分明，有仇必报。第二次是在效力了4年的哈斯，赛车性能的下滑让车队逐渐丧失竞争力，再加上2位车手的鲁莽驾驶，哈斯从一支中流车队逐渐沦为末位，车队看不到希望，老板打算撤资。领队施泰纳为了车队拥有东山再起的资本，不得不向金钱低头，签下了自带赞助的车王之子米克舒马赫以及俄罗斯超级富二代尼基塔马泽平。28岁的马格努森面对第2次失业，少了一些力气，但多了一些无奈。本以为自己是下一个汉密尔顿，却不料混成了待业青年。也许他不需要为生活而发愁，但作为一名赛车手，当以这样的方式退出自己热爱的运动时，这无疑是令人遗憾的。但谁也没想到，仅仅1年后，马格努森又回来了。当俄罗斯车手马泽平无法继续他的生涯时，施泰纳毫不犹豫选择了马格努森，因为他对哈斯的赛车了如指掌，并与车队的文化极度契合。更重要的一点，施泰纳也曾尝试过被抛弃的滋味，他知道那种忽然失去一切的感受是多么的绝望。30岁的马格努森面对失而复得的车手席位，有喜悦，更多的是感恩。22赛季的前20场比赛，马格努森19站完赛，5站取得积分，排在车手榜第13位。这个成绩在哈斯历史车手积分榜上仅次于18赛季马格努森自己。而在巴西站的排位赛，丹麦人更是在队友垫底的情况下，利用雨天及拉塞尔的事故取得排位赛第1名，创造历史。接受采访的马格努森被问到与第一次登上领奖台感觉有何不同时，感叹道：8年前的自己心高气傲，自以为站在世界之巅，但在遭受社会的毒打之后，深知在 F1 取得成功是非常难的。如今的他已被磨平了棱角，只能说非常享受这个时刻。丹麦人的发言坦率直白，毫不矫揉造作。有多少人与马格努森一样，在年少轻狂的岁月无所畏惧，而随着年龄与日俱增，取而代之的是对现实的妥协和无奈。尤其是从顶峰跌到谷底时，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仿佛要将我们彻底压倒。但积极向上、充满斗志的马格努森，即使身处逆境，昂扬的斗志也未曾减少半分。速度不够，画龙来凑，竭尽全力做到最好。面对强敌的进攻，绝不认输。世界冠军又怎样？要想过我，至少也得8层皮。言语挖苦又如何？我会用最灿烂的笑容直面你的嘲讽。虽然我不是下一个汉密尔顿，但我愿意做第一个马格努森。丹麦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车手形象，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但却依旧热爱着它。这样的人也许会被击倒，但永远不会被击败。